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84.67，收盘价是288.5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9.59，最低价是在275.6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高的上方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6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2.4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并且是上穿了慢线，那么现在是双线方向都是向上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将开启上行的走势。MACD 快线的方向也是转折向上，双线是上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增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档后的反弹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是一个大幅的跳空高开盘，开盘即站上了前高，然后股价在盘中回踩到275之后便震荡上行，一直是在当日这个股价的高位进行震荡。那么上方呢是在290附近遇到了压力，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顶部，生成了一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。那么我们也会看到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，收盘价战胜前高。那出现这样抱有大量的绿 K 并且收盘价战胜前高，这叫回后再上涨。那通常呢，后续股价将会有继续上涨的走势。好，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要关注到一个信息，就是由于市场的信息在当日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，那么生成的这根 K 线呢叫做吊人线。那吊人线的特征是含有长长的下影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，上影线很短，甚至是没有。那在股价反弹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出现吊人线在高位，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那么这根 K 线呢也是叫做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么日后股价只有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，才能维持这样继续上涨的走势。那么否则呢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日后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回档的走势。那对于目前的股价来说，如果出现回档，那么前低，也就是说在275.62这个地方将会是一个支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49，在这个位置。还有一个点位是在245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55，而实际收盘价是在288.53，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。那么我们预测的反弹呢，与实际发生的不仅点位上相差较大，而且走势完全不同，同时呢，收盘价的性质也是不同的。好，
那么股价现在出现了反转向上，并且呢是在回档之后又出现一根大涨的 K 线，收盘价站上前高，这叫回后再上涨。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么对于11月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先来看。现在之前我们定义的第一个目标是在274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目标呢现在已经被站上。那么我们把这个水平线呢上移，好，那么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之前我们曾经多次提到的，是在299这个位置，是2023年7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99.29这个位置，同时它也是在300整数关口附近。那么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认为是299这个位置。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我们认为当日生成的这根吊人线，它的最高也就是在290附近将是压力。那我们看到目前收盘价股价是站上了前高274这个位置，那么也就继续了我们会看到2024年4月22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，那么继续向上，如果能够站上299呢？那么股价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上方再次出现头高。那么299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我们认为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应该是我们认为是叫做在2022年9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314附近，这将是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。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呢，将会瓦解特斯拉历史最高和接下来两个低点建立的这个空头趋势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空头趋势都是头低，那么股价在到跌深之后还没有站上过314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看目前这个趋势的逻辑站上299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然后上方第二个目标就是314，站上这个位置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建立的这个空头趋势。那么一旦314被站上，那么股价继续向上的目标，我们认为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，就是414。那么这两个低点或者在314到414之间的这些点位它们仅仅是压力位，不是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的一个描述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目标，现在我们也需要做一个调整。好，那么股价目前下行，我们会看到11月4日这根 K 线将成为前低，它的最低是在239附近，其实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。我们从下方提升这条水平线到239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跌破这个位置，其实就是瓦解这个自10月23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，因为这个多头趋势现在已经被确认，上方有头高，下方有低高。
所以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瓦解自10月23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那么继续向下的第二个目标，当然就是这个212这个位置。我们再从下方调整一条水平线上来。好，那么212被跌破呢，我们认为将会瓦解这个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呢，就是下方的，我们会看到是182。那么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目标就是203，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，这也在200关口整数的这个位置。对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下行的现在3个目标是239。212，还有一个就是下方的182，这是股价下行的目标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7日开盘之后，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那之前我们的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在250关口。这个整数关口，那么股价呢，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，然后呢，到了11月7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，我们要看285这个位置。285呢，实际上就是这根吊人线实体的下沿。好，那么在285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如果在11月7日盘中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有上行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啊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们盘中特别要关注的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0%的多头仓位，分别是在这2个绿 K 的收盘价各5%建仓，那么各5%进场和加仓。那么成本价呢是在264.5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么到了11月6日。股价的收盘价是在288.53，在这个位置我们是可以继续加仓的。由于股价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呢，所以很有可能呢股价会有回档的走势，所以呢在这个位置我们加仓5%，以保住我们的这个利润啊。好，那么加仓之后呢？一共是15%，成本价将会到达272.5这个位置，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对于这个仓位虽然是盈利啊，但是我们要给出止损位。止损位我们目前守11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46附近。对，那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应该是即刻出场。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即使回档呢，20均线值也会在1-2个交易日之内啊会到达这个位置。那么守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2根 K 线合并，这是一根实体长绿 K 线，那么我们要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，这是强支撑，对。好，那么如果之前没有进场呢，在288.53这个位置是可以5%进场抢反弹。就是说，那如果从这个位置进场抢反弹呢，那么我们认为止损位应该是守这个缺口的中线，是守266这个位置。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，然后等待股价继续回调加仓，也可以守246这个位置。
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290，一直到299。对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那么空头现在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246，还有下方的238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290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99，第三个压力位是314。对，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是在275附近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支撑呢是从259一直到265，在这个区域。那么这个区域呢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位置。同时，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266附近，265，对，266这个位置。那么这个位置将是强支撑。好，那么第三个支撑呢，我们取一个整数关口250。第四个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是从241到243之间，是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86。在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70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75附近。那么如果股价最低价到达260，在这个位置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62附近。对，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86的，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有继续上涨的走势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85。上方最高会到达296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价会收在294附近。那出现这样继续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8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